宁安如梦闹出的笑话太出圈，以至于这部剧虽是正片未播的，但剧方宣发的力度有多强，已经刻住了观众的内心。原定于5月19晚空降播出，临上线了，因为各方面的原因，剧方又不得不调整，于是在动态上告知了观众不能如约到来的消息。谁料这不播的消息都登上热搜第一了，提前买好的所谓自来水宣传却还不知晓，在片子都没放映的情况下，相似的安利文案堆到一起，甚至还表示连着看了4集，这样的场面的确是宣发的大失误了。从这件事上能看出，在网播成为潮流的当下，一部剧成绩到底如何是难评估的，只要营销买得够，就算只是热播也能变成爆款。然而真正的现象级大剧是能经得起上新考验的。从17年到现在，剧某榜单的脱水数据可考，真正播放量破100亿的大神剧目们，其实只有12部而已。年初掀起追剧热潮的狂飙，也是前不久才堪堪踩线进入的。狂飙成为100亿俱乐部新成员，杨紫12战3太强势。昨天季被严重低估，1月14日上线，在520这个天后的日子达成了播放破100亿的成绩。狂飙是名副其实的黑马宝藏，开播前唯有男主张译的名声算响亮的，可他不走流量路线，未安排事先的宣传，主角不搞话题，配角就更没啥关注了。低调杀青后排期定档，在央视进行首播的他，初期是没吸引关注的，大家只当是一部普通的扫黑主旋律剧。虽然央视的观众底盘大，但也不是部部都热播。时运发生转折是随着剧情的推进，高启强这个人物的角色魅力越来越鲜明，得益于张译事先经过多次润色，让这个小鱼贩心理转变的过程合情合理。张颂文的演绎更是锦上添花的程度，当正剧中的主视角有了选择性，给到观众的新鲜观感便足够炸裂。越来想了解安心前后变化的同时，也很想知道高启强是如何在金海这个圈子中立足的。诸多配角的亮相，使得剧目看点颇多，用4个月达成100亿，中规中矩的速度。张颂文是大器晚成，12部中主演了3部的杨紫则是年少有名，从并不出彩的童星到风格特别的当红小花，在选择本子这件事上，她的眼光是独到的。无论是被笑狗血的欢乐颂，还是听名字就很俗气的亲爱的热爱的，上演的均是逆袭翻盘的戏码。17到19年这2年，几乎霸屏女王杨紫的个人秀，榜单中大多是大家熟悉的名字，倒是显得昨天季很出人意料了。原以为这部在豆瓣上仅有 4.3 的烂剧当年是被黑的厉害的，谁料这黑是真的有，但也抵挡不住它是红的。4月首播，6月就达成了目标，论破纪录的速度，它甚至比今年掀起全民追剧的狂飙还要狂。鹿晗与娜扎当年的影响力还真是被低估了，有这部赚得盆满钵满的作品在手，难怪近几年就算他俩的话题度有所下降，但总体还是能打的。十里桃花不到1月达成目标，杨幂事业心把5花之最与赵丽颖双强对决，当然了，这2个人再能扛剧，估计也没有17年第一个突破100亿播放的杨幂强。在娱乐圈中，从小孩成长为孩子妈，杨幂能够保持多年的高国民度，靠的不仅仅是选角色的幸运，更是她磨不灭的事业心，怀着孕都能进行高强度的拍摄，进组电视剧的同时，综艺也牢牢抓在手里。17年十里桃花的问世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，杨幂的路人缘促成了优越的首播，精彩的剧情维持住了接下来的数据走向，没到1个月就达成了最快纪录，给杨幂的实际再添上一笔。如今85花中还能保持如她一样高频率曝光的，估计就只有赵丽颖啦，这2人是绝对的同期领头羊。那么你们看过几部榜单上的剧呢？